一邊是為外國野生動物捐款15億美元，一邊是拖欠國內員工半年工資，嘴上說着為各地捐款，結果一直在打空头支票。左手放言给我批一个民航，我一定拯救那些企業於血泊之中，右手和網友硬剛，我的錢怎麼花和你沒關係。狂妄的結果也是大快人心。21年10月，法院公開拍賣何巧女和其丈夫名下的2棟豪宅，總價值超過3000萬，這已經是她被捲入的第10起案件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從坐擁園林第一股，項目直接找市長要的浙江女首富，到千萬豪宅被法拍的老賴，何巧女怎麼就淪落到了這個下場？去年11月，一則新聞讓已經淡出舞台的何巧女再次出現在人們的視野裡。何巧女名下的 ST 東源股權被放到平台上賤賣，現在大家對她沒有什麼概念，但是要放在15年前，這可是曾經一度力壓茅台的賭王級別。開盤當天，股價就翻了近1倍，僅1年的時間，東方園林的股價就飆升至229元每股。要知道，那一年茅台股價最高也沒超過200元。就當股民為這家公司歡呼時，東方園林卻如過山車一般急轉直下，給了所有人一個響亮的耳光。從2020年起，東方園林迎來了連續5年的虧損，把上市這麼多年的利潤虧乾淨了不說，哪怕國有資本介入，還是戴上了 ST 的帽子。問題來了，東方園林究竟是如何淪落到今天這番田地？就像聊小米離不開雷軍，談格力必須要講董明珠一樣。要想回答這個問題，我們必須從東方園林的創始人何巧女開始講起。縱觀何巧女的前半生，用2個字概括就是叛逆。別人求之不得的公務員鐵飯碗，何巧女辭了。名牌大學畢業，她覺得還不夠，非要再出國讀個書，誰勸都攔不住。直到一次盆景展銷會，何巧女才打消了往外跑的念頭，因為她發現做生意這件事兒可比讀書有意思多了。她從一家小小的花店做起，後5關斬6將，蓋起了東方園林。但當時園林市場群雄逐鹿，縱使東園積攢了一些口碑，也不過是小卡拉米的存在。她到底是怎麼逆襲成行業老大的？這就不得不提到何巧女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貴人，李嘉誠旗下的大將陳月明。當時陳月明正在物色東方廣場的園林綠化工程，這塊佔地10萬平方米，位於北京核心商圈的頂級商業地標，是所有園林公司都想要的肥肉。過程如何，咱們不得而知。但是到最後，花落東園，何巧女也正式擠入了中國園林設計和建築工程的主流圈子。一時間，恭維和掌聲，還有房地產商全穩了上來。何巧女是一邊賺錢一邊發愁，房地產商的單子雖然掙錢，但是結款周期太長，東方園林難免要在前期墊付大量的資金，最後這筆錢能不能全拿到手，還是個未知數。這時候有人問他，你為什麼不去和政府合作做市政園林呢？政府只要立項，就一定有預算，也一定能撥付。何巧女像被點通了任督二脈，在和政府合作這條路上狂奔，先後承接了北京通州運河文化廣場、北京 T3航站樓、北京奧林匹克公園景觀大道等頂級市政項目。這些項目讓東方園林坐穩了頭把交椅，也給足了何巧女底氣。他甚至在公開場合表示，東園的項目直接找市長要。2012年，何巧女又聽說一個內幕，國家準備啟用 PPP 模式，這可能對市政園林行業產生很大的影響。什麼是 PPP 模式呢？簡單來說，就是地方政府和企業合作完成市政項目，中標企業來負責籌款、建設以及經營，地方政府幫中標企業更順利拿到金融機構的貸款。等後期項目走上正軌，企業就可以逐年從地方政府拿服務和委託運營的收入。由於前期準備充足，何巧女拿下了很多 PPP 的大單，東方園林的股價和何巧女的身價也跟着水漲船高，憑借300億的身價登頂浙江省女首富。按照常見的劇本，何巧女應該從此走向光明燦爛的未來，但是現實的荒誕之處就在於毫無邏輯可言。PPP 模式有個很致命的問題，那就是前期需要企業大量墊付資金，畢竟政府不可能一次性向中標企業支付全部資金，也就是說，一旦融資環境發生變化，企業將受到很大的影響。17年下半年，國家開始收緊金融機構針對 PPP 項目的融資，然而一向嗅覺靈敏的何巧女並沒有意識到這是一次戰略轉型，而不是短暫的調整。她依舊去參加各種慈善晚宴，在媒體面前大顯愛心，一會兒要把自己7000多萬的股票捐出去修復環境，一會兒又要拿15億美元保護美國動物。1年後，東方園林隱藏在水面下的問題悄然浮現。18年5月，東方園林發債失敗，徹底將東園的債務危機點燃了。一時間，東園股價暴跌，讓東園隕落的是我們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詞兒，叫流動性危機，就是賬上沒活錢，從外界又融不到資，彈盡糧絕。樂視、北大方正都是因為這個被點了死穴。儘管何巧女將手裡的股權質押出去，用已經交付的 PPP 項目融資，依舊無力回天。同年11月，朝陽國資委出手，收購了一部分東園的股權。有人發現何巧女也默默地辭去了董事長的職務。就在大家以為故事結束時，何巧女開始瘋狂套現。至於她曾經允諾的慈善捐款，不僅沒有實現，現在看來更像是掩飾東園債務危機的借口和交民捐款的資產轉移。現在何巧女依舊還欠着國家上百億，東方園林也沒有走出負債的陰霾。從女首富到老賴，何巧女用她的經歷驗證了那句：創業到最後比拼的是企業家的良心。